瞄准了打。他是中国小级别最猛的神级拳法大师，不攻击对手脑袋，不攻击对手大腿，专打人身上，防守最薄弱、最容易忽视的肋骨，甚至连拥有铜肤铁骨的外国冠军在他面前都撑不过1回合，分分钟打断对手肋骨，让其躺在病床上3个月无法动弹。就是这么一位中国小伙，却连续遭到了3位世界冠军的点名挑战，意思就是他要在一个晚上击败3位世界冠军，不然在中国擂台上魏宁辉将会永远丧失话语权。最终魏宁辉强势击败了3位世界冠军，那一刻魏宁辉这个名字的含金量永远定格在了最高点。来自河南周口的魏宁辉早早就去往泰国训练，长时间的泰拳训练和魔鬼般的死亡拉练，很快就让魏宁辉在泰国擂台崭露头角，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，甚至连波球和亚桑克莱对魏宁辉都称赞不已。就在魏宁辉稳住中国拳坛小级别霸主之际，突然杀出来了一位号称自己是钢铁肋骨的塞拉，他每天的训练就是被人击打300下肋骨，肋骨一天不遭受重击的摧残，塞拉就浑身不对劲，甚至每天自己都对着自己的肋骨疯狂攻击，时间久了这家伙的肋骨自然很坚硬，一般攻击招式根本伤害不了塞拉半根毫毛。在没有遇见魏宁辉之前，塞拉固然很厉害，但遇见魏宁辉之后，魏宁辉将会让塞拉明白神级拳法大师这几个字的含金量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魏宁辉的精彩表现。比赛一开始，塞拉根本不防守自己的肋骨，甚至直接把肋骨暴露在魏宁辉的面前。即便如此，魏宁辉并没有尽早暴露出自己赛前所制定的作战计划，而是稳稳地站在擂台上与塞拉展开眼神对峙。眼看魏宁辉呆愣在原地一动不动，急于表现自己钢铁肋骨的塞拉有点坐不住了，时时刻刻都在对魏宁辉发起主动进攻，试图激怒魏宁辉，让魏宁辉丧失理智。魏宁辉的这个主要特征是拳法很重，对，上肢力量非常好，对，大部分情况下是 KO 别人，有时候也会被别人 KO。按说他经过在这个泰国进行过这个泰拳训练之后，我们是想的这个腿法比较好，但是现在反其道而行之，他现在练他的拳法很出众。是的，魏宁辉他的训练师也就是他的把师是名将 K1 名将磨砂豆的御用的把师阿斗，所以这场比赛魏宁辉啊还是不慌不忙显示出来一个大将风范。这个节奏有点像泰拳的节奏。魏宁辉只需略微出手，恐怕塞拉就有点顶不住。钢铁肋骨又如何？魏宁辉根本没打算要进攻塞拉的肋骨。既然塞拉的肋骨很坚硬，那么魏宁辉则是将重心放在了攻击塞拉头部上面。魏宁辉真要是有那么好对付的吗？他也不会在一晚上直接 KO 3位世界冠军。这个事迹已经不止在国内大肆宣传，在国际擂台的海报上也能看到魏宁辉傲人的事迹。摆拳，看看这个漂亮，强足了，强足了，而且塞拉刚刚出拳啊！第一时间站起来，甩了一下，说明重击了，真正重击了。又是一个前排，魏宁辉有第二次，魏宁辉周四啊，用这种暴风骤雨般的这种魏宁辉是知道这机会。刚才塞拉是措手不及，再一次的，这是招牌的杀手锏。你看看，他主要是靠前手的这个前摆拳的动作，前手摆拳，对，左手力量很大。你看，看到，基普又来了，看见的基辅被击倒读秒之后的塞拉很是狼狈，甚至直接被魏宁辉挤在角落处进行疯狂殴打。实在顶不住压力的塞拉果断放弃了对肋骨的防守，全方位保护他那脆弱不堪的头部。然而魏宁辉的重拳快准狠，一次又一次的重击很快就摧毁了塞拉的第一道防御。要不是塞拉的肋骨坚硬，恐怕肋骨早就被魏宁辉的催泪拳打碎了。对，多次的头部还有肋部受到重击的塞拉，现在是急于防守。现在魏宁辉他主要靠他左右摆拳，他不是直拳，前后手的直拳不是这样。你看，对，是吧？就靠了。而且魏宁辉这个有这个击骨也有击头，对，是的，很难防守。比赛一边倒了，现在。对。这样近距离的话，他像打沙袋一样打，一般都扛不住。对，这个倒计时。看来意大利的塞拉要扛过来了，这回要扛过来了。这是魏宁辉突然反击发力，利用他的前手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第一回合被打惨的塞拉经过简单调整过后，总感觉他自己又行了，于是很快就又组织了一波猛攻，准备向魏宁辉发起。然而魏宁辉的重拳已经急不可耐，随时都能把重拳打在塞拉的脑袋上。既然这家伙的肋骨很硬，那魏宁辉就专门瞄准塞拉的脑袋打。塞拉的肋骨坚硬与魏宁辉的爆裂拳有什么关系？太精彩，漂亮接连的又是击头和击腹连续的进攻。但是我们也看到意大利的塞拉，他对他的这种招法的进攻线他已经
知道了，塞拉的这种防守反击、反扑的这种欲望还是非常强的。31岁的泰拳老将塞拉，看看还颜色，给魏宁辉予以击斧拳。魏宁辉这个时候又表现出来了耐心，突然发力。魏宁辉的拳太重了。现在他已经找到你这种节奏了，你看没有？看没有？多角度变。魏宁辉的重拳已经瞄准了塞拉的脑袋，碍于这家伙对头部的防守很是坚固，一时间魏宁辉很难寻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，只能攻击塞拉身体的其他部位，试图干扰塞拉的整体防守状态。逐渐放松警惕的塞拉已经掉进了魏宁辉提前挖好的大坑里面。塞拉再一次面对这个魏宁辉，我第二次读秒。他没事，他能站起来，还能继续打。这个突发以后会在本局扣掉2个点，非常的精彩。魏宁辉的拳手摆拳真的是魏宁辉乘胜追击，这个时候塞拉不住了，他已经发软，比赛会结束。比赛结束，比赛结束，为了保护他，魏宁辉赢了。同夫铁骨在魏宁辉面前都撑不过1回合，就算比赛来到了第2回合，从某种角度来看，第1回合的塞拉就已经丧失了与魏宁辉展开对抗的权利。经过魏宁辉仔细的侦查发现，塞拉的肋骨很硬，这个没有错，所以他的脑袋就成为了魏宁辉唯一的突破口。于是魏宁辉就对此展开的十分缜密的观察，最终用一记重拳摧毁了塞拉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魏宁辉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